30岁以上的男人啊，一定要多找年下的美女去谈恋爱啊！就算你谈不成，你也要去跟他们做朋友。而且你不要怕被别人说什么渣男啊这种啊。我说实话，像这种恋爱经验丰富的男人，他们的下场都是什么样子的啊？他们的下场大概率呢，就是会找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大概率再组建一段非常优质幸福的家庭关系。原因很简单。因为婚恋这玩意儿，它其实是一种技能，你经历过的感情越多，你这项技能也就会越完善。而那些没有怎么谈过恋爱，甚至到了40多岁还只有过那么几次、3、4次恋爱的男人，我说实话，最后你走入婚姻之后，你反而大概率会很不幸福，容易闹矛盾啊，甚至还会很容易让自己的关系走向破裂。甚至说有的人找了一个很不错的老婆，最后慢慢也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经营，自然而然就走向破裂了。可能有的兄弟会觉得说，这个暴论太反世俗了吧？哎，毕竟咱们在这个公共叙事里面，多情的男人就该什么天打雷劈啊，纯情的男人才配啊幸福人生。确实，这套理论放在20年前成立啊，但是现在根本就不可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信息是比较闭塞的，你一辈子呢，你认识不了多少异性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信息是四通八达的，可能你吃顿饭、刷会儿手机的功夫，哎，一个南方的男人就能够认识一个北方的女人，对不对？而女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做个美甲的功夫，她甚至能够认识好几个条件不逊色于你的一个男人。所以现在啊，这个感情本身它就是会面临很多的诱惑跟考验。那如果你没有丰富的这种经验，对吧？那第一，你对于外部的这种诱惑你是没有抵抗力的。第二，你的对象在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呢，你也很难去做好一些防守，很容易被偷家的。我给你们举个例子，焦哥做情感这个挺多年了啊，接手过的这个兄弟们的真实 case 呢也有上万个了。可以说20%的兄弟都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人特别的厉害啊，比如说年收入7位数以上，学历非常高啊，家庭背景也比较殷实，甚至人还很诚实，就是很实诚啊，很踏实。但只要他喜欢上一个女孩，哎，他不仅舍得花钱啊，还舍得付出啊，就真的就是那种纯1v1。但是呢，这20%的男孩子，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好吧？举一个真实的这个兄弟的例子，老吴，他30岁出头就跟老婆结婚了，从来不乱玩啊。到现在呢，成家已经7、8年了。但是老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差点净身出户。为什么？因为他出墙了，他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不相信啊。每个人都觉得哇，老吴这么踏实的一个人，对不对？那么爱老婆的一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儿？但只有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惊讶。我觉得这很正常啊，这是男人基因人性里的一个必然性啊。老吴年轻的时候呢，说实话是真没怎么谈过恋爱啊。他对美女呢还没有祛魅，他还没有建立成熟的异性认知，所以当他结婚之后，哎，遇到了一丁点的诱惑啊，这些或者是有刺激的东西了，他就会好奇，他就会想要试一试。所以现在啊，人已经快40了，对吧？事业也稳定了啊。这不也有空闲时间了吗？所以就被外面的一些诱惑给那个啥了啊，在夜场呢也被绊住脚了，陷进去了。这事儿当时在他们家闹得挺厉害的，整个大家族都闹得挺难，就是让老吴挺难堪的啊，差点当时老吴的工作事业都就是波及的影响比较大啊。那我呢，真的是硬生生的花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帮他解决好了他跟他老婆未来信任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肯定会有信任危机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们说实话，这半年啊，老吴真的挺痛苦的，无论是这个事业还是家庭，还是说他身边的这个圈子吧，啊，多多少少呢受了一些影响，因为他们本来也是属于什么，算书香世家了吧。他对他老婆的伤害呢，也真的都挺严重的。他老婆又比较单纯，你说这些事儿搞出来，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很成熟的两性认知的话，就算有一些事儿，你的老婆或者这些事儿，你也不至于说被翻出来。但很相反啊，我们能看到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这个已经30、40的兄弟啊，他曾经是天天跟美女接触的，但是他到了步入婚姻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反而会很舒服
他的婚姻会很幸福，因为他经验丰富啊，他对外面的诱惑也已经不感冒了。就算有特殊情况，他也能够做好关系管理啊，他能够找到那个平衡点，也不会给自己和伴侣造成困扰。所以说兄弟们，在你30、40岁的时候，你一定要多跟美女去接触。那我也知道啊，兄弟们就是中年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你身边明明有很多优质的异性资源，但是你不知道怎么从0到1，怎么从陌生人变成朋友关系。那我告诉你们怎么做，不难，5个字儿。我好像以前有讲过这个效应，叫巴纳姆效应啊，也就是说你要给到他一种你很懂他，他跟你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个这个特别独立啊，就是女强人啊，你就可以跟他说什么，别人都说你独立好强，其实只是因为你有着他们没有的这个毅力和上进心。我估计你对另一半的要求也挺高的吧？啊，又或者说他是一个比较高冷啊，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朋友都说你很高冷，但我觉得你只是习惯性的把温柔藏得深一点，你不会轻易的把热情消耗在一个无效的社交上面啊，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你圈子会很干净啊。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就是去透过他表面的形象去看到他的内在。他身边的男人要么呢就是讨好型的，要么呢就是不敢接近，但是你呢却以一种懂你的这种对吧身份去直接跟他建立了这种情绪上的共鸣。而这个呀也是人性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每个人都渴望被人看见啊，被看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因为这意味着什么？你可以在这个人面前卸下防备，所以说只要你能够给到他这种感觉，那就不只是从0到1的事儿了，甚至短时间内他就会对你产生大量的好感。那当然我希望你们学到的呢是背后的思路，是这背后人性层面的吸引，而不是表层的2句话。而且同一个性格的女人，因为她的这个经历不同，那么对应的政策也就是策略上呢肯定是要去做一些调整的。所以有需要的兄弟啊，可以把你们的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分享给一个专业的人，提高你的效率啊。总之啊，你在30、40岁这个年龄呢，兄弟们一定要多去跟美女接触，这是真正影响你后半辈子幸福的一件头等大事。你要弄清楚和不同性格的女生相处，那大概会遵守怎样的一个规律，对不对？一旦你找到这个规律了，基本上对应任何女生啊，你都不在话下，只需根据不同的情况，咱灵活调整这套规律，你就对吧？会发现什么？不管女生是大美女，还是小美女，还是顶级美女，你压根儿不用因为对方的颜值不同就去改变自己的相处方式，因为你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框架体系了。那以后再和任何女生接触呢，你就都不用去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她们自然就会来适应你的框架，明白吗？因为你已经在大量的经验当中找到了那个人性的共通点，那你自然而然就能从人性的角度去吸引你喜欢的那个人。 OK， 焦哥还是那句话啊，跟着焦哥学习人性，用人性干嘛？得到优质关系。下课。